大家都在说，人生很短，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，是吧？尤其在中国现今的环境下，作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，一个有趣的灵魂，应该来说活得很不如意，或者说这种人越来越少了。其实正直善良的人往往不说话。一个有趣的灵魂背后往往站着的是一个迷人的混蛋，只是因为人们不太容易看到一个人的全景。你找到一个侧面，认为他很有趣，他是一个不沉闷的人，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无序的年代里，当整个社会失去公义了，那么你会感觉到生活是很痛苦的，因为它不仅相当的无趣，而且越清醒的人越痛苦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们总是在想，整个一个社会中，如果你要想保持自己能够正直、具备善良、又风趣，甚至能够交接到一些让你感觉到人生很有价值的这么一些朋友，哪怕是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，但是他给我们留下来很多思考的人，而我们认为这一生就没白过，是吧？我这个年龄印象中都是那种伤痕文学、朦胧诗。在我读过的书里，像北岛前面的徐志摩，那么王小波，给我留下印象的人很多，应该来说。从书画这个角度上来说，诗书画吧。那么前面我们知道三曹，曹操、曹丕、曹植。那么曹丕，他写的这个《燕歌行》，到现在很多人大多数人应该来说把它定义为七言诗的始祖，算是比较正式的一首七言诗。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？动荡的年代，对吧？汉末。那么紧接着就是两晋南北朝，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。前面谈过多少回了？就关于这个问题，其实很好理解，是吧？打不过游牧民族，被迫白衣南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只能谈玄论道，在诗文上发泄一番。那么紧接着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峰，是吧？唐之后，从晚唐开始，一直到宋，又出现了一个转变。尤其是宋出现了三苏，是吧？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。那么三苏中间，我们经常提到的一般是苏轼。苏轼算是11世纪对东亚文化影响最大的人。他的《木石图》被称为王维以来最明确的一个文人化的标志性的作品。王维是创立了这个以诗入画，带动了水墨画的兴起。那么到了文同、苏轼这个时期，从这个墨竹图到
慕实土，应该来说，把文人画推到了一个高峰。所以前2年这个拍卖场上惊现慕实图的时候，人们又开始非常沉重地回忆起苏轼的一生。他的一生代表了文学上的成就，其实也非常畅达地表达了中国文人在政治上不仅有追求，而且可以把胸怀浸染到画卷里面去。每次文化的兴起，文化的高峰，每一次的辉煌，都有自己的时代背景，就像我们看到好莱坞的兴起一样。在战乱年代，其实兴起的不仅仅是文化，也是人们的一种寄托，或者你把它认为是一种逃避。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只有爱一行干一行，能够自由畅达地表现自己的追求，其实一个人才能发挥出自己的天赋。每一个天才都是独特的，但是没有一个天才是一蹴而就的，仅仅凭借着天赋还不够。我们经常说有一些人天纵奇才，但是后面跟着的一般都是天不假年。真正对一个社会影响很大的人，往往是非常成熟的，他经过早期、中期、晚期。那么中期形成自己的特点，晚期作品比较空灵，因为他已经不在乎世俗社会对他的批评了，他更容易表现出他内在的东西。因为每一个人他都经历过临摹，是吧？反思、创造这么一个过程。就像叔本华说的一样，年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读书，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别人在替代我们思考。其实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，终归你会感觉到自己有短板，不停的要向别人去参照学习，哪怕你羞于承认，但是你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。你有一天可能会突然开窍了，感悟了，知道什么是生命了。其实每每当你知道的时候，都已经晚了。我们看到太多的书法家、画家，当他们的艺术风格快要形成自己的风格的时候，往往就离开了我们，留下了很多探索，留下了一些感慨，留下了太多的未尽的事业。其实每一个人在日常的生活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感慨。当你年轻的时候，你可以挥洒自己的精力，同时也会浪费很多机会。到你中年时期，你开始对生命有一些感悟。那么当你真正能够认为自己已经理解了这个世界，准备享受生命了，很不幸，是吧？贼没了。所以说人生很短，这个是真的，这种总结绝对是很有哲理的，来自于生活的哲理。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感慨，到了不得不了解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机会。其实我们在生命中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加的舒畅，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，对吧？是不是非要成名成家才能让自己感觉到愉快呢？
我觉得不至于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热爱生活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，可以体现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只要你在你生活的阶段内没有出现太多的遗憾，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很美好的。没有一个有趣的灵魂，它没有背后的阴暗面，只是我们不愿意去探究它，尽可能保留一份美好的念想。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都是有倾向性的，因为人的大脑会自我保护，它会让你淡忘掉不愉快的记忆，没有人是例外的。整个社会非常压抑，我们都知道。现在你可以尽情的思考，但是请你不要把它写出来，不要把它说出来。当你要是把它说出来的时候，麻烦你坚持到底，让人看到你是一个真实的人。无论别人印象中你是不是一个大写的人，麻烦你不要去急转弯。你可以说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，对生命的感悟是不一样的，对社会的认知也是循序渐进的，甚至会出现反转。但是不要太过于迎合社会的主流。读书、交友，它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愉悦，是吧？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，能够找到更为适合的道路。那么，是不是每一个人最终都能达到让自己感觉到幸福的这种彼岸呢？其实很难。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没有遗憾的。整个社会在前行的过程中抛下来很多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时代边缘化的可能。但即便你被主流社会抛下来，它就能影响到你的幸福感吗？更多的时候，是我们自身的认知在起作用。当你认为你无愧你的人生，其实你就不必有过多的遗憾。因为任何一个记忆，任何一个过程，只要你尽力了，你想求真，你就是幸福的。一个宽泛自在的生活，在一个非常宽容的包容的社会状态下，它是可以容错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有或多或少的遗憾，之前有，今后还会有，甚至到你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还会有很多感慨，你还会有很多未尽的遗愿。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坦然地面对自然规律呢？其实说到底就两个字：无愧。再多的追求也顶不过这两个字而已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